有个叫史蒂夫·提塔斯的男青年，住在美国西雅图，是一家饭店的经理，还有个爱他的未婚妻，可以说生活幸福。一天晚上，这对情侣开车去吃一顿浪漫的晚餐，就在他们回来的路上，却被警察拦了下来。因为当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案件，一位女性搭便车被司机侵犯了。巧合的是，史蒂夫的车跟罪犯的车有点像，而且史蒂夫也跟罪犯有点像。警察给史蒂夫拍了照，放在还有几个其他嫌疑人的相册里，然后拿给受害人看。受害人看到史蒂夫的照片说他最像。就这样，经过几轮审问，史蒂夫被当成罪犯告上法庭。受害人还在法庭再次确认，我敢肯定就是他。尽管史蒂夫声明自己是无辜的，尽管他的家人对着陪审团声嘶力竭，他还是被带进了监狱。没办法，史蒂夫只好求助于当地报纸，一个搞调查的杂志对他的案件非常感兴趣，而且他们也找到了真正的罪犯。法官知道情况后释放了史蒂夫，但这已经是1年以后。史蒂夫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存款，失去了未婚妻，他决定提起诉讼，为自己讨回公道。但就在开庭的前几天，他突然心脏剧痛，死于长期精神压力引起的心肌梗死，年仅35岁。史蒂夫并不是唯一被错误记忆所害的人。一个叫做清白计划的组织发现，依靠 DNA 检验技术得以清白的人中，75%都是因为目击者指认错误而含冤入狱的。为什么记忆会让目击者把无辜的人当成罪犯？人们记忆中有多少是被扭曲甚至被篡改的？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，虚假记忆。人们都以为记忆的原理就像录像机，把看到的事情都记录下来，然后存储在大脑里，需要回忆的时候就拿出来播放。这样看的话，记忆就是事实，这也是警察相信目击者指认的原因。但这并不是记忆真正的工作方式。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分门别类有序存储的，而像是一个个零散的画面，每次回忆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，把与场景有关的记忆碎片拼凑在一起。但是在记忆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，导致一部分细节缺失，就像拼图一样，丢了几块拼不完整。这个时候大脑就会用以往的经验知识把这些空缺补充上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脑补。这些需要脑补的模糊记忆就有可能是扭曲的，甚至是虚假的。演说家弗兰兹·李斯特教授曾经做了一个演讲，演讲结束后，一个学生站起来挑战他的演讲，而另外一个学生站起来捍卫李斯特教授，于是二人发生了争执。第一位学生拿出了枪，另外一个学生则冲了过去，李斯特教授也加入了混战。在一片混乱中，枪突然走火了，整个演说厅都炸开了锅。你能想象吗？这一切其实是李斯特教授的一个实验计划。两个学生也不是什么学生，而是演员。这则混乱也是实验的一部分，他们是为了测试人们的观察和记忆能力。结束后，李斯特教授把事情经过划分成14个部分，比如人们的行为、说的话之类的，然后再把听众分成几个小组，有的被要求立即写下事情经过，有的被反复盘问细节，还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写关于事件的报告。他发现听众的记忆错误率在26%到80%之间，他们会将演员没做过的事儿描述出来，然后一些重要的话和行为却被忽略了。心理学家蒙斯特伯格研究了这个案例，并发表了他对记忆工作方式的看法。人们对事件的大致情形有良好的记忆，但关于事件细节的记忆非常糟糕。在回忆这些细节的时候，大脑也在不经意间通过捏造事实来填补空缺，而且人们还总是相信自己捏造出来的记忆。小伙伴可能会说，既然这样，记忆为什么不进化成更系统、更精准的形式呢？从宏观来讲，现在这种记忆方式更利于人类生存，它足以让我们的祖先记住哪些是应该躲避的天敌，哪条河里有更多的鱼，哪条路能安全回到营地。而如果要记住所有信息，会是什么情况呢？信息流以每秒1100万比特的速度地毯式轰炸我们的大脑，但是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20年前的台式机，每秒只能处理50 bit 左右，那样只会不停的死机。所以大脑还是聪明的，过滤掉无关紧要的信息，只保留对我们真正有意义的部分，以舍弃完美记忆能力为代价，来交换处理信息洪流的能力。既然回忆的时候会脑补细节，那这些细节就有可能被篡改。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·洛塔斯提到一个形象的比喻，他说记忆就像是维基百科，资料放在大脑里，我们可以编辑，同样别人也可以编辑。洛塔斯还提到4个会改变记忆的因素。1. 聚焦武器效应，这来自于一个目击者实验，今天好像跟目击者杠上了。实验者让被试者看2段抢劫的视频，一段是劫匪拿着枪指着银行出纳员，另外一段视频劫匪是没有枪的，然后实验者让被试者去指认，结果49%的被试者能指认出没拿枪的嫌疑人，而拿着枪的嫌疑人只有33%的被试者能指认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武器的出现让目击者对其他细节的观察能力下降，有可能是因为恐惧，也有可能是不寻常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。比如上课的时候飞进来一只鸟，过一段时间我肯定记得那只鸟，但是那节课讲什么内容，老师穿什么衣服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2.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，这是一种关于压力和表现关系的定律，
就是说一项任务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压力，你做起来可能也比较随意。随着压力增大，你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里面，表现也会更好。但当压力过大时，你就会觉得太难了，想放弃了，表现也会慢慢下降。犯罪现场刚好给人一种高度压力感，在这种刺激下，记忆能力也会大大减弱。所以很多人以为有些场景自己当时吓得要死，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些人的长相特征、他们的行为和语言。事实却是相反的，压力会让人们完全记不住细节。3. 语言的暗示。洛塔斯做了一个用语言影响记忆的实验，他找了一些人，给他们看一个完整的车祸片段，然后问其中一部分人，2辆车碰撞的时候车速大概是多少？被试者给到的速度平均是34英里每小时。然后他又问另外一部分人，2辆车撞毁的时候车速大概是多少？问题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他把碰撞一次改成了撞毁。这些人给到的速度平均是41英里每小时。这还没完，1个星期后，洛塔斯又问他们2辆车的受损情况。被碰撞一次提问的人，有 14% 确认他们看到了破碎的玻璃，而被撞毁一次诱导的人，有 32% 说他们看到了破碎的玻璃。事实上，2辆车的车窗根本没有受损，也就是人们的大脑会根据语言的不同，脑补出不同的记忆细节。4. 催眠。洛塔斯在1995年也做了这样一项实验，他找来24位志愿者，在实验之前他向这24位被试者的亲属搜集了他们各自小时候发生过的真实事件，然后他给被试者每人发一个小册子，小册子记录了4段跟他们有关的小时候的记忆，其中3个是真实的记忆，另外1个是他们小时候跟着父母去商场然后迷路了，当然这个是虚假的。洛塔斯告诉他们，上面的4段记忆都是他们父母描述的真实事件，然后让他们补充一些细节，如果想不起来就写不记得。结果24个人当中有6个人坚信自己记得小时候在商场迷路的事情，而且还无中生有加了很多细节在里面，比如我看完就入迷了，一回头家人不见了，然后还有个穿蓝色外套的老爷爷帮我找到了他们，描述的跟真的一样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洛塔斯告诉他们4段记忆中有1段是假的，让他们找出来。结果19个人能看出商场迷路是假的，另外5个人却指向其他真实的事件，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在商场走丢过。上面这些无疑都证明了记忆是脆弱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它们不仅会像老照片一样变得模糊暗淡，也会像维基百科的词条一样被有意无意的编辑修改，而且我们可能从来没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出现过错误，因为没有一份可以用来对比的精确的记录作为参考，而我们也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记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这些丢失和虚假的记忆并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，因为它们很可能并不重要。比如你记不清上周3的午餐吃的是什么，记不清你有没有看我上一个视频，这些琐事真的无关紧要，我们好像也想不出任何理由去关心这些记忆是否丢失，是真是假。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可能是下面3点。1. 用事实说话。伊丽莎白·洛塔斯在一期 TED 演讲中提到，几十年与记忆相关的工作让他学到了，不管一个人说的多么胸有成竹，不管他描述多少细节，不管他表达的多么生动激情，都不代表他真正发生过。我们没法从记忆中辨别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，要发现事实最好自己求证。2. 多观察细节。记忆的过程是一种潜意识活动，要锻炼它就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性，也就是多留意生活中的细节，能让丢失的记忆碎片尽可能少一点。3. 珍惜记住的人和事儿。大脑保存下来的记忆才是对你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比如你可能记不清爱你的家人朋友为你做了哪些事儿，但你一定记得他们在用力的爱着你。再比如你可能记不清高考前复习了多少个夜晚，但你一定记得你曾经多么努力的奋斗过。这些才是更值得记住的，对吧？最后，这不快要高考了吗？在这里祝所有参加高考的小伙伴都能旗开得胜，中举多亏，加油！